来接女儿放学，老师却告诉他已经被他同事接走。吉奥心里一沉，直觉告诉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与他最近涉及的那个案子脱不了干系。他立刻奔向家中，推开门，客厅里有2名黑帮成员，而他的妻女却被一人搂在怀里。马可松开了女人和孩子，随即便对吉奥拳打脚踢，只因他是黑手党大佬文森特的亲弟弟，生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举起枪抵在小姑娘的太阳穴上，冷冷地警告吉奥，这回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要是再敢与我作对，便对你的女儿下手，下次可没这么走运了。吉奥拖着伤来到了诊所，这时一个男子好奇地打量着他，似乎对吉奥的遭遇感到好奇。过了几周，吉奥才慢慢的恢复。一家人正在餐厅里用餐，然而那伙黑帮成员再次出现。上回只是一次警告，是因为马克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的帮助。此刻餐厅里没人敢说一句话。就在马可兴奋之时，却有一双充满杀意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他感到背后一凉，于是起身会会。毕竟在这个地方，除了哥哥，没人敢动他。他要看看到底是谁。Trying very hard not to be, but you make it very challenging for me. Truth the Albert thinks that I'm no joke on sir. It's bad for you, huh? Lord knows I'm allergic to bad things. 男人直视着马可，语气坚定地告诉他，如果这是几周前，他或许不会插手这些闲事，但现在不同了，他在这里安了家，对这个小镇产生了情感，他喜欢这里的人们，他打算在这里长久地生活下去。Warning me? I'm preparing you. I really got this though.Is simpatico. Is that a Timex? It's a move.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What's the time? 马可被男人巧妙地制服，他的神经线被精准地按住，疼得他咬牙切齿。在男人的要求下，他的手下被赶出了餐厅，而他自己也不得不交出武器，如被驯服的野狗撵了出去。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电影《深渊人3》的铺垫越长，反转就越是令人期待。故事回到了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故乡，一个老大带着孙子前往自己的庄园，却发现门前的警卫已经遇害。面对这种场景，老大和孙子都异常冷静。老大让孙子在外等候，自己则走进了家中。房子里一片死寂，手下的尸体遍布各处。即使是老大也感到了恐惧。他走进地下酒窖，看到一个男人正被手下用枪指着，但男人却显得异常从容，正在擦拭手中的戒指。男人告诉老大，他来是为了取回他不该拿的东西，并给了老大9秒的时间做出选择。男人对黑帮过敏，下手从不手软。他没有选择让老大立刻死去，而是用一种更为羞辱的方式处理。他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枪，然后将枪口对准了老大的身后，在苦苦挣扎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男人从不给他们第2次机会，他迅速取下老大的钥匙，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当他走向车时，发现车内坐着一个小孩，眼神中透露出不安。男人用平静的语气提醒他留在车里，不要轻举妄动，可以转身。枪声响起，男人身中子弹，但他依然选择放过了那个男孩，静静地坐在水泥地上。对于他这种特殊的工作来说，生死已经看淡。面对重伤和可能的被俘，他决定就此了结，但手枪却成全了他，里面已经没有子弹了。重伤之下，他坚持把车开上了轮渡。上岸后晕厥在了路上，巡逻的警员吉奥发现了他，他的血压很低，是小镇的医生恩佐紧急为他进行了抢救。男人醒来后，恩佐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个男人背后的故事。 Joe le ha salvato la vita.Allora io le chiedo, ha salvato un uomo buono o uno cattivo? 男人摇摇头。 I don't know, none knows. 经过了解，男人名叫麦考尔。这段时间的休养，老麦伤势也逐渐好转。他注意到这么长时间却从未有人触碰过他的刀。几天后，老麦已经能够借助拐杖行走。他走下台阶，欣赏着小镇的美景，但心中始终保持警惕，尽量避开摄像头。在小镇的餐厅里，他点了一杯咖啡，享受着宁静的午后时光。这时，警察吉奥找到了他，告诉他恩佐医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小镇上许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吉奥不希望小镇卷入任何麻烦之中，也不想追究老麦的过去，只是希望他康复后能取回自己的车，不要把灾祸带到小镇。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柯林斯接到了电话，得知酒庄内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柯林斯意识到与他对话的人并非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老麦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它的气候宜人，人们热情好客。然而，当他目睹了黑帮收取保护费的一幕，他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甜美的小镇，也存在着阴暗面。老麦决定把这些黑帮成员列入了他的黑名单。马克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是因为他背后有着强大的靠山。他的哥哥文森特是5大家族的领头人，正计划着占领小镇，建立一个
个包含酒店和赌场度假村。在一次收购谈判中，文森特试图买下一栋楼用来改造成酒店，但楼主坚决不同意。文森特没有多说，只是默默地离开。来到楼下，他接过了弟弟马克收集的保护费。他明白，无论是大的产业还是小额的保护费，都是他实现目标的手段。楼主的残疾父亲被黑手党残忍丢下，可见这帮人的心狠手辣，又会给小镇带来多大的伤害。老麦与恩佐如同老友重逢，彼此相见恨晚。在菜市场，老麦打算买2条鱼，但鱼店老板拒绝了他的付款，只因为老麦是恩佐的朋友，这次就免单了。老麦尽管尝试说服老板，但老板坚持下次再收，这次一定要听他的。老麦只好感激地接受了这一份善意。另一边，中情局和国际刑警在酒庄发现了红酒中隐藏的毒品，还有保险库中的巨额现金。监控系统在同一时间被关闭，除了现场的尸体，还发现了一组指向同一个人。经过侦查，这是叙利亚恐怖分子的一个窝点，他们将毒品走私到这里，重新包装再运回内地，避免了国际航运的检查。柯林斯被上司要求必须彻底调查此事。老麦的伤势已经接近痊愈，但他心中有个疑问，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恩佐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通知武警。恩佐准备向老麦解释这一切。 Remember what I asked you? When I first come? Yeah. Yeah. Am I a good man or bad man? You asked me. You said you didn't. I don't know. Only a good man would have said that. 这天夜里，于老板的店铺突然被火光吞噬，显然是有人蓄意为之。老板的呼喊声充满了绝望和痛苦，这是他和妻子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店铺，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此刻，老麦心中清楚，这把火一定是镇上那帮混混放的。他远远地望向他们。老麦一向对坏东西过敏，但这一次老麦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与镇上的居民们一起先帮助于老板整理店铺。第二天，老麦静静地品茶时，柯林斯悄悄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No, I could turn and face you straight on if you want to get a better photograph. 柯林斯有种强烈的预感，这位看似普通的大叔，可能就是端掉酒庄黑帮的神秘人。他还能够打入组织内部电话，这让柯林斯怀疑他可能也是一名特工。随着两人的交谈，柯林斯越来越确信大叔绝不简单。吉奥通过监控发现了纵火前的画面，一辆黑色面包车成为了关键线索，于是便发生解说开头那一幕。吉奥来到学校接女儿，却被人劫走，接着回到家中却被马可暴揍，才来找恩佐包扎伤口。老麦也对吉奥产生了好奇心。3周后，餐厅里发生了马可被控制的一幕。他作为黑手党弟弟，怎能就此罢休？他决心立刻行动，挽回自己的面子，除掉老麦。但老麦的反击更为迅速，他的车撞向了马可的手下，不仅撞死一名小弟，车内的司机也同样挂。马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老麦手持红酒瓶缓缓走来。 紧张的对峙之中，马可迅速拔出了匕首，准备做最后的挣扎。然而老麦只是微微一笑，没有给马可任何机会。老麦用行动告诉了他，欺负镇上的人必须付出血的代价。老麦就这样看着马可静静的死去。警察赶到现场，在车内发现了毒品，而全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老麦干的。柯林斯接到了上司的电话，火车站刚刚发生了爆炸，这是一场由毒贩资助的恐怖行动。老麦提供的线索帮助柯林斯向上司阐述了西西里大量毒品的来源。黑手党企图占领这里，因为那不勒斯是最容易通过的港口，而当地毒贩之所以如此猖獗，其背后肯定有着强大的保护伞。为了揭开这层保护伞，他们向警察总长请求对某些人进行盘问，而局长对名单进行了筛选，排除了中情局不能触碰的对象，而这就是他的真正目的。他就是要调查那些被局长刻意筛选掉的名单。 I'm not here to negotiate. I'm here to give you an opportunity. 根据毒贩提供的线索，小队很快找到了他们的据点。面对突如其来的中情局特工，窝点内的大部分人只能选择缴械投降。没来得及投降的已经被击毙。消息传到了局长耳中，他立即赶往黑手党卡莫拉的老巢。此刻，文森特正在为他的弟弟举行葬礼，气氛非常压抑。而局长此行是为了提醒文森特，中情局的一名女探员已经快查到卡莫拉，她非常聪明，要求文森特必须立刻停止所有活动。然而文森特深陷于对弟弟的哀悼之中，他让局长做好自己的工作，确保没有人能查到这里。至于那个女探员，他会亲自处理。局长的劝告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弟弟的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 Non sei diventato scemo o ti stai a scordare il posto tuo io? Il posto mio è quello di capo della polizia. Tu ti sei scordato chi sei? Barbaro eri. E barbaro resterai. Io ti ho avvisato. Ma dove? E tu dove? 立院刺进首长，再狠狠的一击中刀。老大因为弟弟的死证无处发泄，警长算是撞上枪口，他的手掌放入桶中，被搀扶着礼貌的送上了车，并提醒 Siamo capiti? La prossima volta ti taglia capo, lasciami disco i tuoi nipoti. Grazie per averci dato una mano, Barè. Chiamando. 巴雷拉警长被袭击，柯林斯正准备去医院，却接到电话。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You call? Not terrorists. It's the Gomorrah. Be careful. Let me call you back in a minute.
柯林斯在病床上忍着剧痛，将老麦的话转述给了同事。他们要追捕的不是普通的恐怖分子，而是根深蒂固的黑手党卡莫拉。就在此时，一列豪华车队正驶向那宁静的小镇，而文森特如同要吞没小镇的恶魔一般，他计划在小镇广场进行一场公开处决，以此来震慑全镇。弟弟马可在小镇街头惨遭杀害，文森特要求镇上的人交出凶手，否则吉奥全家将成为今天的祭品。文森特威胁到这2枪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枪就不只是耳朵了。突然一声大喊 Show yourself! It's me you want. I killed your brother. I asked him, leave these people alone. He wouldn't listen. So... 老麦手持双枪勇敢地站了出来，这些人的遭遇让他开始深刻理解和平的可贵。他对这个小镇已经有了深厚的情感，绝不允许镇上的人们受到伤害。老麦希望文森特将他带走，而不是在这里进行。他早已将生死看淡，他将手枪放在地上，以此表明自己的决心。而文森特却认为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随即举起了手枪。就在这关键时刻，是德高望重的恩佐医生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准备与卡莫拉势力抗争到底。随后，小镇的居民纷纷拿出手机对准了文森特，整个小镇在这一刻团结起来。面对如此团结的阵势，加上警察即将到来的消息，文森特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放下狠话，威胁要将这里变成战场，随后嚣张地离开。这一夜，小镇上空乌云密布，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文森特回到那不勒斯的老巢，发誓要杀了那个美国人，荡平整个阿尔塔蒙特小镇。但他们却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夜深人静时，文森特的小汽车在门口叫，手下去查看没什么大碍，于是点根烟。老麦出现，他不想被动挨打，看着小镇遭受破坏，于是选择了主动出击。他们在打牌，豪宅却突然断电，其中一人前去查看，确定什么事都没有。老麦的每一步都是精心计算，他绕过了豪宅的安保措施，监控室内安保人员正在反复查看监控，却没有找到老麦的身影。一人发现有人入侵，刚想大喊，却被绳子勒紧，只能在地上拼命挣扎。熟睡的文森特发现额头上有血迹，整个床上到处都是。他扭头望向屋顶，只见鲜血正从那里一滴滴落下。接着，文森特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名男子腿部绑着绳子悬挂在天花板上，死者正是他的得力干将。慌乱之下，文森特抓起枪试图召集其他手下，可周围安静的可怕。他走进客厅，惊恐地看到保镖们已经全部被杀。面对这从未有过的惨状，文森特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在绝望中，他对着四周的空气疯狂射击。当子弹全部打完后，他被绑在柱子上，肚子里灌满他卖的毒品。You have less than 6 minutes before the bill start. 文森特已经是个废人，老麦为他松了绑，却更让他感到绝望。他拼命逃离这个地方，远离身边如死神一样的那个男人。他从豪宅走上楼梯，再从1楼走出室外。小雨让地面变得湿滑，他的脚步踉跄。文森特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走在那不勒斯的街头，老麦紧紧地跟随着，如同不可逃避的命运。文森特曾经无人敢招惹的黑帮老大，现在却如一只过街老鼠，直到最后一丝力气耗尽，周围是散落的果实，而他就像是被命运抛弃的一颗。雨过天晴，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终于迎来了曙光。中央情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联手行动，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推翻了卡莫拉在当地的领导层，切断了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而那个曾经在街头嚣张一时的老大文森特，昨晚已惨死在街头。讽刺的是，他的死因竟然是过量服用了他自己的毒品。老麦来到医院看望柯林斯，向他揭露了背后的真相。原来他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一个名叫戴尔的退休老人追踪被网络黑客盗走的366400元退休金。根据线索，他来到了西西里岛的一个农庄，却意外发现了毒品和1000多万的赃款，而老麦只拿走了戴尔应得的那份退休金，然后悄然离开。让柯林斯感到困惑的是，老麦和戴尔之间却并不认识。Is this guy some friend of yours? No. Gave him a lift once. I don't understand. You will. 只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老麦就追踪至此，他就是深渊人，如正义的化身。在离开之际，老麦将一个包裹交给了柯林斯，里面装着的是戴尔老人失而复得的退休金。几周后，在波士顿的家中，戴尔老人望着那笔退休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紧紧握住老伴的手，感慨地说道 You can unpack everything. We're not going anywhere now. 看着老两口感动的抱头痛哭，柯林斯深感欣慰。
回到中情局的办公室，柯林斯收到了一封意外的邮件，邮件中除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纸条，还有一个笔记本，那是柯林斯母亲的遗物。纸条上写道：你妈妈会为你感到骄傲。而笔记本中的内容揭开了罗伯特·麦考尔的神秘面纱。经历了风雨的洗礼，阿尔塔蒙特小镇恢复往日的宁静和谐。老麦不再是那个独行的深渊人，而是小镇的一员，与市民们共同分享着喜悦，庆祝自己的球队赢得了比赛。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老麦找到了新的归属感，决定从此在这里扎根，与小镇的人们一同生活。让我感慨万分的是，当他们再次坐在一起，每一个画面都唤起了我对怒火救援的回忆。那时她还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而老麦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保镖大叔。岁月流转，如今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优雅美丽的少女，而老麦已步入了老年，变成了一位充满智慧和人生经验的老大爷。